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20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崩盘的前兆，或者是对整个比特币长线就是一个利好。最近也是一直在猜测 30K 或者是 29K 主力的一个形势。今天也来跟大家再猜测一下主力是怎么逆向猜测散户的形势。散户现在的一个想法，前面有崩盘都是价格涨上来，那这一次如果真的有崩盘，我肯定要在这个位置赶快再买这一个比特币。所以现在主力就是在猜散户的心思，散户都知道加息已经都快到顶了， CPI 都已经来到3了，那我专家我就不压回。所以现在散户的一个心态，你试着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子，去年没有听我建议什么点位都可以买，到现在的话是不是在想着有压回来我肯定资金要买。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线的走势图回顾一下2021年或者2022年整波收益率是一直呈向上上升的结构，说明国债的价格它是呈下降的一个结构。因为国债如果是100块跌到90块，或者是跌到80块，它这个收益率才会上升。为什么这样子跌？就是美国那边加息会有预期，或者是一直在加息，它价格就会一直跌。因为旧债原来的利率肯定是抵不上新债的一个利率。比如说原来是1%一个利率发行的国债，你如果是价格100块，新的利率已经是提高到 5% 的一个利率，那你新债发行的话至少都要超过 5%，根本不可能低于这个 1%， 所以它这个原来发行的 1% 一个利率的债券，它就会有下降的一个预期，所以反映在整个利率上面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映的一个利率预期也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早在很早之前2021年的1月份左右，这边开始就呈现一波非常大的一个上升的走势，后面就是有预期美国那边有可能会加息，那整波2022年加息的一个走势，比特币也是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头，后面是在顶部的高位的时候，也是跟大家猜测有可能利率接近 4% 的高位，比特币当时在 20K 下方就应该重仓去抄底。到现在我也是有发现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这段时间的 K 线图形，我们可以利用基本面的环境来判断这个箱体为什么突破，它现在是又压回来。那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位置也不排除短线会不会反弹一下这个箱体的压力区，后面最终肯定是要跌破这个箱体。那既然是要跌破这个箱体的下沿，回到这个箱体，那我的观点是它肯定会再跌破这个箱体的低点。所以单看这一个空间的一个幅度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可能就是要崩盘，而且我们可以从里面的一些均线的形态可以明显观察出来，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接近1年多，现在感觉是岌岌可危，所有的均线感觉是都要跌破。而且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也是有这种前车之鉴也就是2018年当时美债收益率也是一波很大的一个上涨的走势，后面来到高位以后，这边是走了一个箱体，高位也是再走了一个箱体，类似一个 M 头的走势。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个颈线位跌破，重新回到这个箱体，肯定会再破这个箱体，就是开始走了一波非常大级别的一个空头走势。这可是2019年的一个走势。那历史的经验，相信朋友们应该都知道，整个2019年或者是2020年比特币价格就是往上涨的，所以我个人观点是，比特币方向我们尽量往上去看。虽然短线在这个位置感觉有一点岌岌可危，到底会不会重新回到这个箱体 28.8K 或是 29K， 也是跟大家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，也就是这1年多下来，美联储每一次加息的位置，比特币后面行情一般是怎么走。因为目前也是有预期27号接近 99% 的一个概率，美联储那边会再加息25个基点。我们回顾一下，上次是在6月14号的这个低点位置，当时美联储是没有加息，因为上一次在这个位置5月份的时候，美联储的利率也是在 5.25， 然后6月份是没加息。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可能再加息25个基点，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，已经不重要，利率是在非常高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加息。所以你如果再去配合刚刚聊到的那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，
它是有往下崩盘的一个征兆啊。因为国债收益率往下崩盘，也就是说明美国国债是在呈上升上涨的一个结构，就是有预期美国的国债可能是要往上涨啊。推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预期美国未来肯定是要降息的。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，也就是这1年多以来，每一次加息或者是不加息的位置，比特币的主力它一般会利用反向的手法来搞我们一些散户啊。比如说在去年底2022年12月份这个高位的时候，当时记得很清楚，是只加息50个基点，因为前面都是 3.25 加到 4% 的一个利率，就是加了75个基点，然后在这个位置4到 4.5 的一个位置只加了50个基点。当时短线里面是一个短线的高位，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这个位置是不能追，你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。后面是拉到这个高位以后，它利率是在 4.75 的一个位置，只加息了25个基点，当时也是接近空间波段的高位，所以高位就不能追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后面再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它也是波段里面相对的一个高位，不过它还会有高点，但是整个中线也是会有压回的，像这种的买点。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思考，这个位置它在箱体震荡，有没有可能真的在加息25个基点，但是空间也不是相对很低的位置，主力又不肯压下来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到时候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留意它。如果这个位置还是不肯破，那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区间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区间，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加息，不排除整理到位，有没有可能到10月份，到时候比特币价格会不会上去啊？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支撑位以及它的压力位啊。这几天也是有讲到，就是这个 29.5K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中线的一个支撑，不然最近就观察这个 60MA， 目前的价格是来到$28,500附近。至于它的压力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这个箱体啊，其实箱体的一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啊，也就是昨天有聊到的，就是这个箱体附近上沿的位置是有一点压力，还有一个压力，也就是在4个小时里面有聊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几根 K 线，包括这几根 K 线的上沿位置，大约是在 30.9K 附近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狗狗币，因为昨天也是有看到马斯克推特是在喊单这个狗狗币啊。前几天的视频也是希望朋友们，我个人是有在做多啊，就是你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一条绿色的60均线的位置，也就是这2天啊，它都有压回到这个低点的位置。你如果有做对的多单，也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短线会不会去挑战这一个 0.071 附近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哪一个位置啊？因为前面这边是一个箱体整理的区间，下面如果是一个挖坑的位置，现在是重新回到也就是 0.069 的这个支撑上方，相信这个箱体应该是要挑战。反正短线有做对或者是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报成长线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